接一通 call in 的电话哦。香港来的朋友，请说。那个杜太太呀，我想请问你呀，如果我没有这个豆腐的模具呀，然后呢，我也懒得煮豆浆，这样子可不可以做豆花豆腐啊？好，我们谢谢香港来的朋友哦。那我们今天就专门为香港来的朋友解答问题，到底没有豆腐模具，然后你又懒得煮豆浆，有没有方法可以来做豆花跟豆腐呢？豆浆的部分，你真的不想自己煮哦，我们就用这个市售的。但是我建议大家要喝过，确定它的浓度是蛮够的哦。像这个是在台湾的有机商店购买的这种无糖，要无糖的哦。你可以在市售应该都可以找得到，还蛮不错，浓一点点的豆浆，不要太稀的哦。像那另外这个模具的部分呢，你可以在生活百货买这样子的小篮子，很便宜，这大概20-30块就买得到哦。记得这个底部也要可以漏水的哦，不是一组的，但是我就找小一点点的，我们就把这个市售的无糖豆浆直接加到我们的电锅里哦。如果你要用瓦斯炉来煮哦，那也没有问题，就是煮到滚了以后放凉5分钟哦，大概就是80度的温度。那如果有温度计哦，我还是建议要用温度计来测试。那这个我直接就会放到电锅里面，让它先蒸到滚的时候，然后我再放凉哦，也是大概放个5分钟哦。到10分钟，它就会降到大概80度，但是真的还是要测一下。那75到80大概都是可以接受的 range。凝结剂哦，能够最嫩口的，我觉得是熟石膏，也就是所谓的盐卤石膏。那这个熟石膏，大家可能除了豆腐的模具啊，或是豆腐店哦，大家可以尝试着在有一些中药材行哦，它也可能会卖这个熟石膏哦。那我们今天熟石膏的量哦，2000 CC 的豆浆，我们兑上的熟石膏是8公克的熟石膏，这是1小匙的玉米粉，你也可以不加，但是我觉得可能加了以后，这个凝结度会更好，然后在压制豆腐的时候，它的成型状态会更不容易破哦。盐卤石膏、熟石膏的这个量，我们还是精准一点比较好，否则太多了会硬口，太少了哦会很软，没有办法成型，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。好，那水分的部分，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刻意说要多少，我们就是稍微的把它只要溶解就好，所以我大概只加了大概不到30哦，就是等一下冲进去之前都还要再搅一次，因为有颗粒的话，这个没有办法成功。有人说要拉多高，我觉得倒是没有这么严苛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快速的捞一下泡泡还来得及，直接把它盖住。好，就这么样子哦，我们就放置20到30分钟的时间哦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豆花凝结的状态。那记得这中途都不要再移动它了。在豆花成型的同时，我们来准备一下我们的糖水哦。那当然一般人就是把这个糖跟水煮在一起，但我们今天要简单的教大家怎么样把糖水煮得有古早味，有一个糖香哦。就是我们要先经过炒糖的动作，糖的焦糖这个香味炒出来，但是又不能炒到苦，然后呢再把这个水兑入，出来的这个糖水哦，可能浓度稍微我今天这样子是浓度稍微甜一点，那大家可以自己再决定要不要再多加一点水去兑它哦，这个很弹性，你可以做起来放到冰箱哦。那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砂糖我是用冰糖啊，绵冰糖，你也可以用一般砂糖，糖的量我们用300公克。水的部分是1000 CC 的水，耐高温哦，然后这个温度比较稳定的不锈钢锅，你要用一般那个炒菜锅也可以哦。好，我们就直接开火，不要热锅哦。我们现在直接把这个糖的部分就直接放进锅中，也不要加水哦，我们就直接先让它整个糖哦，先慢慢的这个炒到湿湿黏黏的，因为炒菜锅的受热怕比较不匀哦，那所以大家在用一般炒菜锅的时候，可能你就要开始翻动它了。那我这个是复合金锅，它的温度很稳定，所以我其实可以不用动它，我们就放在它这边，开始让它边边哦出现这个融化的状态，你都还可以不用动它哦。怕的人摇一摇锅就好，基本上它这不太会这个烧焦，因为它很均匀。那如果你是炒菜锅的人哦，你现在就可以在里面翻动它，开始拌它了哦，让整个这个焦糖整个全部都融化，然后你会闻到很浓的这个焦糖香气的时候，我们就把水加入。好，你看啊，它现在已经开始滚的状态了哦。如果开始冒泡泡这样子的话，比较害怕的人你可以开始搅，没有关系。
我们就让它整个砂糖哦先煮溶了。那香味都出来了。那如果是在做焦糖酱，或是在做一些特殊的糖的东西哦，那记得这时候还不能放搅拌它，否则会反砂哦。那我们现在这是要兑水的，没有这个顾虑，所以没有关系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就不像这个做这个焦糖酱哦，还要顾及很多的这个温度的状态。我现在整个大概化开来了哦。我就要把水加进去了。好，我们可以把水兑进去了，好香哦。那小心哦，不要喷出来，喷到你自己哦，会让这个糖瞬间又凝结了，所以就变硬了。没有关系，这样是没有关系的。就继续开始让它煮哦。我把水全部倒进去。下去水的时候，刚刚哦，它会因为这个冷热的关系，你一定要小心哦，因为这个溅到你了，或是烫伤了哦，这个温度是很高的哦。非常非常香的糖水，就是所谓的我们小时候的这个古早味的糖水。好，我们就让它煮喽。整个糖水都煮滚了，这个糖水就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关火了。这个上面的料的部分哦，这个花生啊，如果大家来不及自己煮，或者是红豆啊这一类的东西哦，都来不及准备，其实可以用现成的这个什么类似什么泰山八宝粥啊，什么花生汤啊，某一个牌子的都可以。日系的超市里面买这个日本的这个小仓红豆，你不要看它这样子哦，它很好吃哦。它可以在很紧急没有红豆的时候，你可以取代很多这个鸡蛋糕啊，或者是鲷鱼烧里面哦，当做这个馅料，非常好吃。因为我临时没有煮这个红豆跟花生，那我们就用这个来取代这个豆花上面的料。这种红豆罐头做的非常的好吃，我觉得台湾厂商应该也可以研究一下怎么样做这样的。它是完全像这个蜜红豆状，而且很多点心的包馅料，我觉得真的忍不住还是要推荐它一下，真的很好吃。朋友如果希望这个豆花的表面不要那么多泡泡不平整的话，你可以在一冲下去以后，请旁边一个人帮你也可以哦，就是家人赶快的把这个泡泡在3-5秒内快速的捞出泡泡以后就静置不能动，你就可以造成这样子哦。一样很端，你看我现在摇哦，大家可以看到很端的表面哦，但是算是还蛮平滑的，就不会像一般做豆花哦，外面泡泡会造成第一层是不平整的，所以很多这个店家会把第一层给捞掉，看起来这个卖相就好看很多。吃哦的咸的口味的豆腐花，有点像这个麻婆豆腐的这个变身版哦，用豆花来取代这个豆腐的部分，非常好吃，推荐给大家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示范的手工自制豆花豆腐脑。梦幻厨房在我家，跟着影音学做菜，梦幻厨房也可以在你家哦。 눈을 감고 널 안아줄래 서툴지만 속삭여줄래